吃瓜兄弟们，见过大冤种，没见过这么纯种的大冤种。别的爽文男主都是落地满级，带外挂神装直接开路，咱们这倒霉男主刘潇落地就在法场，还是通敌死罪，催命白绫都备好了，就等他脖子一挂，直接撒花全剧终。据说昨晚连内阁首辅都急眼了，亲自跑去给陛下上眼药，为的就是赶紧让自家宝贝闺女跟着倒霉皇子火速退婚。现在的刘潇在满朝文武眼里，纯就是个行走的垃圾桶，简直人人喊打。老太监念圣旨的夹子音都透着满屏嫌弃，痛批他身为大皇子却在阵前叛变，还心狠手辣残害忠良，这通敌的罪名大德，简直能把老刘家的皇陵都给压塌了。皇帝老爹也绝情，顾念亲情，特赐上吊白绫一条，包邮到家。潜台词很明确，你自己麻溜点去死，别逼老子亲自动手。刘潇在地上躺平，心里疯狂吐槽，这地狱开局也太硬核了。围观的无脑群众还在那疯狂起哄，说这大皇子怎么还不死，甚至有人觉得他在装死博同情，嘲讽他简直是怂包一个。吃瓜网友急了，大皇子啊，你还在那磨叽犹豫什么呢？赶紧接旨光速上路吧，别在这儿丢尽皇家列祖列宗的脸。活脱脱的现世报，卖国贼根本不值得哪怕一丁点的同情。老太监更是一脸阴险歹毒，巴不得当场亲手勒死这货。结果刘潇乍时惊醒，第一反应居然是问是不是漏电了。这一声清脆的卧槽，喊出了当代苦逼社畜最后的尊严。他记得自己明明是在家里看爽文，正看得津津有味呢，看到破手机没电了，随手插上9块9包邮的破电源线，谁能想到这劣质充电头质量不过关，当场就原地爆炸了。这一炸不要紧，直接把他炸进了这本极度憋屈的小说里，还精准降落在了全书最惨最不受待见的冤种皇长子身上。就这非洲人的黑鬼运气，去买彩票估计能中个超级大鸭蛋。坑爹原主3个月前去西关督战，结果喝假酒直接喝断片了，竟然给北凉战神留了个大后门，让人家趁机一波偷袭老家，杀的将士血流成河，开国元勋赵将军全家整齐划一全搭进去了。吐槽这哪是去督战啊，这简直就是去给敌军当超级内应啊。刘潇心里那个比窦娥还冤啊，这口黑锅扣的也太特技结实了。赵将军临死前还死护着他快走，这下简直让他更愧疚了。现在倒好，不但败家丢了西关，还成了过街老鼠，全国公敌。老爹皇帝宁愿背负杀子名声也要弄死他，简直地狱级天崩。死太监看他在那自言自语，还以为这废物已经被吓傻了呢。狗仗人势上去就要扇他2巴掌，想让他清醒赶紧上路。结果男主刘潇一个死亡眼神瞪过去，你这死烟货也敢动本王，你到底有几个狗脑袋够砍的？老太监当时就被这霸气镇住了。刘潇虽然是个穿越挂壁，但皇子的狂拽威严那是刻在骨子里的。他当场嘴炮输出，疯狂反驳，直言通敌叛国背后肯定有惊天阴谋。他堂堂正牌嫡长子，最有希望接班的人，脑子抽了才去叛国。废话一出，全场瞬间死寂。这波硬核逻辑确实完全没毛病啊，但死太监根本不依不饶，直接嚣张下令让人动手抓人。狂徒刘潇直接原地跳起来，谁敢动老子，信不信分分钟诛你9族。这哥们儿就算穿越了，也依然死带着嘴强王者的无敌属性。别人穿越那是混得风生水起，他这简直像是在火葬场里疯狂蹦迪。老子堂堂穿越成大皇子，难道还要受你们这群奴才的窝囊气？男主他不走寻常路，直接狂躁的把那条催命白绫给徒手撕成碎片。死太监当场气疯了，大骂圣意是让你自缢，你这是大逆不道抗旨。刘潇反手就硬核扣个大帽子，圣旨上白纸黑字明明写着自行了断，你哪只狗眼看见自缢这2个字了？你这纯粹是胆大包天杜撰圣旨。吴公公你想谋杀当朝皇子，满门抄斩的欺君之罪，麻烦了解一下。刘潇这一套嘴遁组合拳砸下来，死太监吓得当场就尿裤子跪了。围观的吃瓜群众都看傻了，这废柴大皇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铁血硬刚？男主当众发下毒誓，一定要查出幕后真凶，还死去的6万将士一个公道。然后留下一个极其帅气的转身，霸气宣告要进宫找他皇帝老爹摊牌。此时的皇帝正在寝宫无能狂怒生闷气呢，咬死这逆子绝对必死无疑。皇后娘娘苦苦跪地求情，甚至上演了1哭2闹3上吊，要以死相逼。绿茶德妃在那疯狂阴阳怪气，煽风点火说通敌叛国，哪怕天子也得同罪。正剑拔弩张僵持着呢，狂徒刘潇大步流星直接硬核闯了进来，响亮的一句儿臣参见父皇，把全屋看戏的人都吓了一大跳。皇帝冷笑问他是不是怕死了，他直接酷炫拽出一句千古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超公直接上线，这波硬核装逼绝对满分。皇帝当场懵逼了，这学渣逆子啥时候会作诗了？刘潇紧接着逻辑爆表提出3点疑问，每一条都直戳敌人的大动脉要害。灵魂拷问证据呢？证人呢？
凭什么满朝文武吃瓜的消息比前线还灵通？最后还狠狠扎了老爹一刀。我可是正牌嫡长子，熬个几年就顺理成章登基了。我吃饱了撑的，有啥理由现在去叛国？图啥？难道图叛国贼的破称号好听？皇帝听完气得急火攻心，当场就直翻白眼，直接嘎嘣昏死过去了。全场瞬间乱成一锅粥。刘孝一看直呼坏了，老爹要是死了，我这锅更说不清了。他如饿虎扑食，一把粗暴推开太医，全都给老子让开，放着我来！吐槽他这哪里是在抢救人啊，这狂野求怪异手法简直就像是在杀猪一样。绿茶德妃在旁边疯狂海豚音尖叫，诬陷说他这纯粹是想趁机谋杀亲爹。刘萧急得满头大汗，在内又掐人中又狂按，甚至还放了心肺复苏大招。结果皇帝还真被他这套连招给折腾醒了，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逆子，你想踩死朕？”虽然这庸医的救命方式略显暴力粗暴，但好歹皇帝的老命算是保住了。皇帝这回总算长了个心眼，决定大发慈悲，给刘萧3天时间查清幕后真相，警告如果3天查不出个所以然，直接数罪并罚，到时候耶稣来了也绝对救不了他。刘萧霸气走出养心殿，心里门清得很，这绝对就是生死存亡最后的终极博弈了。结果这倒霉蛋还没走回王府呢，就听说有不长眼的狗东西正在强行抄他的家。三皇子府上的无脑走狗穆一周，狐假虎威嚣张的简直完全没边了。恶奴不但狂妄怒砸招牌，居然还色胆包天想抢他府里漂亮的小侍女春苗。护短刘萧当即大喝一声：“是哪个不长眼的给你狗胆子，敢随便动本王的人？”小可怜春苗见到刘萧简直像见到了绝世救星，这霸气侧漏的王爷终于真的回来了。死狗穆一周居然还敢死鸭子嘴硬，皇妃说自己这是奉了三皇子的死命令。人狠话不多的刘萧压根懒得废话，冲上去就是一套军体拳，直接一顿狂暴胖揍。你说本王以前性格怂包温文尔雅，不好意思，那是老子之前在拿奥斯卡演戏，今天就让你这奴才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残忍，像关门打狗一样暴打这种贱小人。幕后黑手三皇子刘璋终于闪亮出场了，一身暴发护华服，但这毒蛇心肠可真不怎么样。伪君子想替狗腿子手下出头，刘萧不惯着直接开大招怒吼：“长兄如父懂不懂？父皇现在不在，老子我就是你亲爹，你这个逆子居然敢对你爹这么放肆说话！”俩人正激情互喷吵着呢，前未婚妻宋之义带着满头原谅绿光极其狗血的出现了。这女人已经跪求陛下解除了婚约，现在看刘萧那简直是一脸看垃圾的极度嫌弃。白莲花还高高在上，让刘萧赶紧放了穆一周。圣母的说那是他爹门下的宝贵门生。刘萧极其不屑的冷笑一声，当众果断把婚书退还，顺便还要硬核讨回天价彩礼，整整10万两金银珠宝，差一件都绝对不能少。这波痛快退婚回款简直神速。绿茶宋之义瞬间气得脸都煞白了，万万没想到这昔日废柴舔狗竟然真的舍得踹了他。爽文男主刘萧回屋偶然发现了一封惊悚血书，这竟是赵老将军死前拼了老命送回来的。剧情大反转，原来幕后黑手一只狗在宫中，这封带血的信就是唯一能翻盘的关键铁证。他果断决定拿着这铁证直奔赵家悲惨灵前，那里绝对还有一场凶险硬仗正等着他。暴脾气赵无双拿着长剑就要活生生劈了他，红着眼说他害死了赵家满门的无辜男丁。绝境刘萧反手直接亮出致命血书，给我睁大眼睛看看这字迹，绝对是你爹临终亲笔。名侦探刘萧分析的那叫一个头头是道，直指幕后之人纯粹是想借北凉的黑手篡位夺权，狠话放这了，如果不赶紧联手，你们赵家和咱们刘家全都得一起凄惨完完去见阎王。离谱的是，为了强行破局，这货竟然厚颜无耻提议让赵家3个极品女人全都打包嫁给他。烈女赵无双听完直接气炸了，你个不要脸的酒色之徒，都这时候了居然还敢打这恶心算盘。妥协，最后双方无奈达成契约协议，先硬和假结婚，等彻底查出叛徒洗清冤屈就马上和离。猥琐刘萧心里早就乐开了花，这波操作不仅稳稳保了老命，竟然还顺带白捡了3个漂亮老婆。此时边关突然传来800里加急战报，北凉铁骑残暴攻破了梅林关，大前京都瞬间危在旦夕。心急老六皇子赶紧跳出来，阴险建议派最后底牌御林军北上，这纯粹是想玩一出调虎离山。朝堂上顿时一片沸腾的喊杀声，所有墙头草都集体逼着皇帝大义灭亲，立刻处死背锅侠刘萧。滚刀肉刘萧双手一摊，直接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光棍样子，嚣张的简直让人无话可说。昏君皇帝正要下旨宣旨官人，硬核使老太君霸气举着王夫的牌位，临位杀气腾腾的闯进来了。今天反转，老太君这波居然不是来要命的，反而是强行来请陛下赶紧当场赐婚的。满朝文武全场直接看傻炸锅，这废物大皇子刘萧竟然奇迹般成了忠烈赵家的乘龙快婿。老太君咬牙切齿说要让他当牛做马，狠狠折磨一辈子。这找台阶下的傲娇理由我绝对给满分。侦探刘萧趁热打铁再次进谏，
一波神级分析指出，心机老六就是那个通敌卖国的终极坏胚。皇帝老爹虽然也开始怀疑，但死鸭子嘴硬让他赶紧拿证据，而且还极其苛刻的第2天就要。前任绿茶宋之义看到这金光闪闪的赐婚圣旨，瞬间肠子都悔青了，只能躲在那偷偷抹眼泪。坏胚老六也没闲着，正暗戳戳准备通过宋家的私人商船，偷偷传递卖国密信给北凉大军。老狐狸刘潇带着武力担当赵无双提前秘密蹲点，磨刀霍霍准备在登天楼来个瓮中捉鳖抓现行。登天楼里全是一帮腐儒的无病呻吟酸师，刘潇这波准备重拳出击，展示什么叫真正的文学大佬。嚣张老六嘲笑他废物还舔着脸来，刘潇毒舌附体，直接当众回怼：在座的你们这群人不也全是舔狗？现场以边塞诗为题，学渣老六憋得脸红脖子粗，半天才硬弄出个狗屁不通的尴尬顺口溜。诗仙刘潇直接搬出一首千古绝句：从军行，一句黄沙百战穿金甲，瞬间霸气震碎全场酸如的天灵盖。绿茶宋之义还不愿死心，绿茶发作非要他当场即兴作赋。刘潇不惯着，直接1秒开启文学狂暴模式，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就此震撼问世，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直接杀疯，让全场所有人当场跪地仰望。皇帝老爹在后头包厢听的那叫一个心花怒放，祖宗保佑啊！我老刘家居然破天荒出了个绝世文道圣人。随后刘潇霸气私下找宋之义，一针见血揭露他家商船里包藏祸心的通敌惊天阴谋。卖国贼管家赵有德被当场死揪了出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回看你这老王八蛋还能往哪跑？老狐狸管家居然还想玩套路以退为进，杀神刘潇毫不手软，一刀毙命，干脆利落直接送他下黄泉上路。猪队友赵无双突然杀出，强行抢了关键证据，这波脑残操作差点让男主刘潇彻底死无对证。2大神级美女当场疯狂争风吃醋，海王刘潇可怜巴巴夹在中间，简直是妥妥的痛并快乐着。绿茶宋之义瞬间化身霸道女总裁宣言：我既然拔得诗会头筹，你刘潇今晚必须就是我的新郎。正宫赵无双也毫不示弱，疯狂内卷，霸气宣告明天咱们就拜堂完婚，就看看到底谁动作更快一步。劳模刘潇拿着铁证回宫复命，那便宜皇帝老爹居然还在那疑神疑鬼，不怀好意的查他的党查情呢。腹黑刘潇立刻进言建议将计就计，给心机老六死死挖个惊天大坑，直接逼迫让他狗急跳墙主动造反。摊牌了父皇啊，咱们这回要么痛快雪耻，要么就只能整整齐齐全家一起去地下拜见列祖列宗了。皇帝被逼无奈，最终准了刘潇暗中私造精良兵器。这波刺激的权谋夺嫡反杀大戏，这才算是刚刚开始。高能吃瓜大伙快看，这俩倒霉蛋刚睁眼就直接傻眼了。原本一个是考古教授周文，一个是热血警察袁华，结果只因保护文物跟挖掘机物理硬刚，这一觉醒来，好家伙，直接喜提 VIP 古代流放穿越套餐。吐槽看看这杀马特发型和破球服，袁华还天真以为在拍古装戏，结果一看周围全是真刀真枪的 NPC 官兵。还是周文这老教授脑子转得快，瞬间意识到咱们这是倒霉穿越到了古代大夏，还成了苦逼流放犯。袁华这暴躁警察脾气立刻上来了，直呼委屈，说好的保护文物，怎么就离谱保护到古代蹲大牢吃牢饭了？教授周文一脸无语无奈，对他来说这可是活生生的第一手历史，但这要命的生活条件确实太寒碜破烂了。俩人正疯狂吐槽呢，路上杀出一伙野生山贼，这打劫的口号喊的那叫一个中二，惊天动地，吓得路人拔腿就跑。虽说袁华以前是硬汉警察，但这会儿穿着破球服还没兵器，只能先拉着战五渣周文想办法苟住保命。镜头一转，只见那山贼老大王麻子长得横行霸道，满脸横肉，可惜就是说话有点不利索，竟然还是个死结巴。老狐狸周文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对着这帮山贼就开始一顿疯狂大忽悠，硬吹袁华是深山隐居的算命大师。笑死，这年头野生山贼也搞封建迷信啊，一听说能看风水改运势，那手里砍人的大刀立马就乖乖放下了。教授周文那嘴是真能瞎吹啊，说他们被流放只因算得太准，得罪了皇上。这牛逼背景墙衬托的袁华像活神仙。傻大个王麻子一听瞬间心动了，赶紧求大师看看他的运势。袁华一脸蒙圈狂汉，小声嘀咕：老子我哪会算命啊？腹黑周文悄悄挤眉弄眼暗示：你就照着往死里忽悠，出事了我全担着。于是袁华开始了他的奥斯卡影帝级表演。戏精袁华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大哥你本是大富大贵，可惜得了要命的绝症。王麻子直接吓得连结巴语速都快了。袁华顺利开启终极大忽悠模式：你是不是感觉走路一边高一边低？王麻子心里一惊，哎呀妈呀，这算的也太准了。官方吐槽其实那只是他骑马姿势不对。袁华趁热打铁，一本正经说：你这分明就是腿有大病，而且是缩短了。为了强行证明，袁华让王麻子走2步，证明场面就跟赵本山卖拐一模一样。王麻子越走越觉得腿真不对劲，
影帝袁华在前面疯狂带节奏，王麻子在后面傻乎乎模仿。走着走着，王麻子真被忽悠，觉得自己成了长短腿。两人这一波完美配合简直绝了。王麻子当场认栽，苦求两位神仙大师一定要大发慈悲，救救他这条命啊！周文一看大鱼终于上钩了，就开始上正道的光思想教育课，瞎掰说这是老天爷对你谋财害命的天谴惩罚。王麻子这种四肢发达的憨厚型傻山贼，还真被唬住了。细数当年的所谓罪行，其实也就只有贼心没那个贼胆。贾大师周文指点迷津，想要保住这残腿，唯一破局的方法就是去衙门老实自首，重新做人，改邪归正。脑残王麻子大手一挥，兄弟们抄家伙，咱一起自首去！这绝对可能是古代史上最积极要求坐牢的一波山贼。周文和袁华得意互看一眼，心里暗爽，这古代公务员入职升职的第一张投名状，这不就轻轻松松到手了吗？镜头来到安县县衙里，老县令正愁掉头发呢，结果衙役连滚带爬惊恐进来说，大事不好，山贼强行打进来了。怂包县令正要收拾细软跑路，王麻子一嗓子嚎出来，我是乖乖来自首的。这离谱反转差点把县令老妖给闪了。苦逼老县令在这穷破地方待了足足20年，库房老鼠都得饿死，他早就想赶紧辞职回家提前退休养老了。看到周文和袁华这两个忽悠人才，他立马灵机一动，你们来的太正是时候了，这破县令你做，这事业他来当。甩锅老头连破铺盖卷都不要了，一阵龙卷风似的就光速撤退了，只留下周文和袁华两个人在冷风中彻底凌乱。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周文先把王麻子收编成了正规捕头，安县自此有了一群带着山贼硬核背景的魔幻警察。吐槽可这安县也穷得太令人发指了吧，人口稀少，还倒欠了3年的税。周文瞬间感觉自己像是个收破烂的乞丐。苦工袁华在档案室里翻得满头大汗，疯狂吐槽这不靠谱的前任县令到底偷偷留了多少没人管的糟心破事儿。腹黑周文倒是很淡定，他这种资深考古教授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在这些落灰的故纸堆里寻找乐趣。就在这时，王麻子冲进来慌张报信，出人命案了。工作狂袁华兴奋地当场跳起来，直呼终于有活干，不用闲着了。升堂审案公堂上，一位老母亲凄惨哭诉，我的儿牛儿死得好惨啊，杀人凶手常武居然光天化日直接草菅人命。但这恶少常武可不一般，他可是永州知府的独生宝贝儿子，妥妥的典型嚣张高干子弟，这破地方根本没人敢动。袁华火速展现出专业民警的硬核素质，连知府的家庭底细情况都摸透了，简直是安县八卦的人形移动 WiFi。狠人周文决定硬刚不怂，反正咱们也是黑户临时工，办好了这命案子，说不定还能以此刷业绩，正式入仕。纨绔常武这位大少爷上堂居然还像走秀装逼，结果上台阶都能平地绊倒，这大概就是酒色掏空的所谓的虚吧。他到了公堂还嚣张跋扈的不行，不仅无视规矩不跪，还嚣张指着县令周文骂，你算老几也配审我。捕头王麻子看不下去了，上去就是一顿结结巴巴的狂暴输出。娇生惯养的常武哪见过这种满脸横肉的狠衙役？县令周文冷脸严厉问讯，常武却悠哉悠哉地说自己在陪知府爹下棋，这降智借口找的简直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老狐狸见硬刚根本不行，常家的方管家开始来糖衣炮弹软的，偷偷拉着周文和袁华妄想私下说话塞钱。这贪官一出手就是3000两银子巨额贿赂，想让周文高抬贵手放人。看来这常家当官搜刮明知还真是发了大财。戏精袁华却故意一脸嫌弃，区3000两，打发叫花子呢。方管家一听觉得有戏，赶紧凑上去问，那你们到底要多少？狠人袁华狮子大开口，怒要5000两。脏钱一到手，变脸比翻书还要快，直接翻脸不认人，要把钱全充公拿去修路。袁华满脸大义凛然，阴阳怪气，这钱是知府大人爱民如子，自愿捐给百姓修路的，顺便还得写进县报，狠狠流芳百世。方管家听完脸都直接绿透了，花大钱没买到命，还特成了倒霉赞助商，气的那是七窍生烟，火冒三丈，却根本不敢动手。周文心虚小声问，玩这么大不怕掉脑袋吗？袁华霸气冷笑，光脚的绝对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咱们直接劫富济贫。这搞笑一幕正好被暗中观察吃瓜的九公主看到了，她觉得这两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流氓县令居然还有点意思。公堂上再次高能审问，可这帮证人们居然集体串供失忆，前审赵四胡庚全都改口装死，说啥也没看见。吃瓜九公主瞬间心凉了一大半，看来这安县上任的新县令到底还是顶不住知府权势的威逼利诱收买啊！吐槽这些墙头草证人演的那叫一个极其拙劣，一个装傻，一个装聋，一个在那死鸭子嘴硬说自己在家里数钱。杀人犯常武得意洋洋叫嚣，没证据了吧？看你这关怎么审！现场瞬间陷入了僵局。老刑警袁华却一点不慌不急，他以前审过的穷凶极恶犯人比常武见的官都多，这几个古代无赖算什么东西？县令周文很识趣配合的离席，把主战场全权交给了袁华。
高能心理战第一课，声东击西审讯技巧准备开讲。警察袁华果断先对钱婶下手，死死抓住了他贪财爱钱的致命弱点。犀利的一句话就让他当场逻辑自闭了。接着转身对付装聋的胡庚，略施一个小小的简单诱敌术，就让他的聋耳朵当场奇迹般恢复健康听力。袁华霸气大手一挥，让捕头王麻子把人强行带下去好好伺候审问。其实纯粹就是心理战吓唬这些软柿子。就在贪财袁华开心清点物证赃钱的时候，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侠姑娘突然跳出来强行当众截胡。女侠自称京城六扇门唐思雨，其实就是微服私访的九公主。老油条袁华一看这高级腰牌就感觉这人绝对不简单。男女搭配，袁华和唐思雨联手混合双打审问，胡庚下的第一个破功。招供说在乱坟岗亲眼看见常武挖坑残忍埋人，软骨头胡庚承认自己是为了方管家的臭银子才包庇说谎，还哭诉说袁华比方管家还要命，那是发自内心的真的怕。袁华果断决定乘胜追击，接着去会会那个死心眼的钱婶。他觉得现代心理战这套在古代那绝对是妥妥的降维打击。奇葩钱婶还挺淡定，居然在那嗑着瓜子，以为胜券在握，死无对证。袁华上去就开始胡编乱造，疯狂炸他。袁华忽悠说赵四已经全招了，还说亲眼看见你在命案现场偷拿了东西。贪财钱婶当场急眼大喊，这绝对不可能。钱婶居然还想死鸭子嘴硬，负隅顽抗。袁华直接甩出京城六扇门的吓人大招，吓得他心理防线瞬间彻底崩塌。怂包赵四在牢里被吓得打嗝个不停，这是典型的应激性肌肉痉挛。袁华瞬间开启再世一神大忽悠模式。袁华用现代脑筋急转弯术上7个猴，把古代赵四绕得开始怀疑人生。这降维打击的智商差距简直就是个天坑。爆笑一顿先杀猪还是先杀驴的降智操作，让赵四不仅乖乖承认了包庇罪行，还顺带憋屈承认了自己智商严重欠费。瞎猫碰死耗子，袁华用深呼吸憋气偏方治好了赵四的打嗝。傻赵四感动得痛哭流涕，只喊活菩萨再生父母。傻缺赵四这下彻底全招了，不仅目睹了残忍埋尸，还果断供出了钱婶偷偷捡走了一个鼓囊囊的钱袋子。钱婶一看这下彻底保不住了，也赶紧吐露实情，甚至还狗咬狗爆出了一个最关键的致命证据，带血的杀人凶器。不仅如此，这贪财钱婶还私藏了常武杀人时掉落的钱袋。袁华霸气一并没收，这就叫铁证如山的定案罪证。铁证案子审结，女侠唐思雨要走了，袁华这直男铁汉也有点柔情泛滥，居然厚着脸皮还想要个隆重的欢送仪式。唐思雨帅气把自己的高级腰牌送给了袁华，普信男袁华在那嘿嘿犯花痴傻笑，这漂亮姑娘绝对肯定是早对我有意思。终审大公堂，周文霸气甩出所有铁证口供，人家常武还在那儿死鸭子嘴硬不承认，狡辩说那是他施舍穷人的钱。恶犬方管家甚至想无耻倒打一耙，污蔑说衙役都是山贼出身，证词全都是屈打成招的。这常家人脸皮是真的厚。常武还在嚣张挑衅地问，杀人尸体呢？周文冷笑大手一挥，王捕头，把苦主牛二抬上来。这是大型啪啪打脸爽文现场。恶少常武眼看彻底瞒不住了，极其嚣张地承认人就是老子杀的，还敢当堂威胁县令周文，我亲爹可是永州知府。霸气周文冷笑，老子这破乌纱帽本来就是捡来的，根本不怕丢，硬刚到底，直接判了他死刑。就在这高能时刻，永州知府常怀安气势汹汹杀到公堂，这老家伙护犊子护到了无法无天的极点，场面一度彻底失控。老毒物知府一眼认出周文其实是个流放犯，当场咆哮要治他们污蔑朝廷命官之罪。周文瞬间感觉这回真要选了，脑残常武居然还在那儿疯狂作死挑衅，你们来打我呀！袁华这暴脾气哪能忍，活了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离谱犯贱的要求。暴躁袁华和王麻子冲上去就是一顿狂风暴雨的胖揍。知府儿子又怎样？老子这会儿打的特批就是你这嚣张的知府儿！贪官知府在那儿气急败坏，无能狂怒。周文直接一段高然慷慨陈词，如果做官像你这般草菅人命，我宁可永不为官。危机时刻，唐思雨霸气回归，高调亮出真实下人身份，大夏当朝九公主在此。知府当场下跪了。常武这个作死铁憨憨居然还不信，还要大逆不道冒充皇帝叫公主一声闺女，这猪脑细胞真是完全长在脚后跟了。吓尿的知府这下真急眼了，疯狂猛抽败家儿子耳光。九公主一个冰冷眼神就把常家的所有嚣张威风扫进了恶臭粪坑。爽文圣旨下达，周文正式成为安县一把手县令，袁华封县城。这波流放犯逆袭的爽文剧本圆满了。周文当堂拍板定案，常武和方管家两恶贼秋后择日问斩，坏人终有恶报，全县百姓大快人心，齐声喝彩。至于那贪赃枉法包庇罪行的知府常怀安，公主把他的生死处置权全权交给了周文。这下终于轮到这老王八知府彻底慌了。腹黑周文也是个究极损人，判知府在安县老老实实扫3年恶臭厕所，
黑心资产全部充公，这就叫天道轮回，一报还一报。毒蛇圆滑神补刀，知府大人，3年后我们早升大官了，你可能还在苦逼扫厕所呢，就在这儿安心待着吧。报应不爽，没过几天，前知府居然被愤怒的百姓在粪坑里活活淹死了。腹黑周文这招兵不血刃借刀杀人玩的真叫一个绝狠。命案结了，公主却开始秋后算账，安县死活欠的3年税款，必须拿你们黑下的那5000两贿赂款给朝廷补上。财迷圆滑心疼的直掉眼泪，刚拿到的高级令牌还没捂热，又得开始为破安县的生计发愁了。教授周文瞬间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牛逼经商头脑，一个绝妙的搞大钱计划在他脑中火速成型。咱们要降维打击招商引资，鬼才周文决定大搞一个诗词大会，用风流才子吸引富商，用富商带动 GDP 消费。这现代商业套路简直领先古代1000年。他的搞钱逻辑很简单粗暴，读书人有清高傲骨，土豪富商有钱却没地位。安县衙门就是完美撮合两者的超级婚姻中介所。大老粗圆滑听得一愣一愣，不明觉厉。周文最后抛出逆天杀手锏，最终胜者可以挑战安县才子县令，也就是本天才本人。挂壁周文绝对自信爆棚，大夏朝才学能赢过他这现代教授的寥寥无几。九公主听完心动了，大方决定赞助他们一身名牌官服。臭美圆滑穿着正八品的新官服在那儿疯狂嘚瑟，连捕头王麻子都看呆了，直呼这简直就是安县县衙版 F4啊！县里到处张贴嚣张海报告示，诗词大会不仅成功吸引了本地酸秀才，连外地的土豪商会巨头也像闻着腥味的猫闻风而动。普信南本地唯一的秀才柳明轩自诩才高8斗，还没开赛就在那装逼现场作诗，结果那破诗写的简直就像是在尴尬的数数。不仅是凑热闹草根，连当世大儒孔文德也亲自来了。这下琼安县彻底火出圈了，高端逼格档次瞬间拉满。大会开场，周文霸气拿出500两银子当诱人彩头，圆滑当场吓尿：“你哪来这么多巨款？”周文奸笑：“其实根本没有，但我开挂肯定赢。”炮灰柳秀才率先登场找虐挑战，以情字为题，强行做了一首感怀慈母的酸腐诗。平心而论，导也还算规整，勉强能听。文超公周文微微一笑：“千古名篇《诗经》，关雎、王诈甩出来，绝对的降维打击。”当场惊呆了在场所有装逼文化人。渣渣柳秀才当场输得心服口服。接着，真正的狠人对手终于来了，江南第一才女江婉仪，那绝美气质，真是神仙姐姐，仙气飘飘。冰山江姑娘出题4季，两大挂壁开始神仙高阶对局。文超公周文到底能不能稳住这安县第一才子的名号？咱们高能下期见。